就是星链计划的这个卫星的高度呢，应该是550公里左右啊。但是呢，它不断的变轨，就不断的下降，下降到了接近我们400公里，也就是下降了100公里左右。这样的话呢，就接近了我们的航天器。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曹伟东。最近呢，这个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就是美国呀，它有一个星链计划。那么星链计划所发射的这个卫星呢，有2次都是危险的接近了我们的太空舱，对我们的这个太空舱和我们驻守在太空舱里边的宇航员构成了相应的威胁。所以为了安全起见，我们进行了2次的紧急制动啊，也就是咱们讲的刹车吧。那这样的话呢，就避开就是可能发生的碰撞。那么通过这件事呢，我们应该带来一些思考。第一个思考就是将来呀，在太空中这个卫星越来越多，飞行器就是这种比如说航天的空间站或者是这个报废的这些太空垃圾会越来越多。那怎么解决这样的安全问题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美国星链计划中的这个卫星，它到底是有意识的来靠近我们的太空舱，还是无意的就比如说失控了，然后靠近了我们的太空舱会不会变为一种军事上的用途这是我们要思考的第二个问题。所以我们先讲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太空舱就是发射出去包括这个国际的就是空间舱。它选择的这个高度一定是在大气层以外，就是100公里以外因为你如果在100公里以内，这个大气层的空气它里边比较稠密，这个阻力很大，所以要消耗大量的就是这个卫星或者是这个太空舱这个飞行器它因为阻力大嘛，它就会调高就不断的高下降，那你就老要用燃料点火来调整它的轨道的姿势，所以呢这个是不可取的，一般都在100公里上。况且你在100公里以内，可以视为就是侵犯了人家的这个领空所以一般的是100公里以上。那么你是不是无限远，越远越好呢？也不是的，因为你比如说你要达到1500公里以外，这可能呢就有一些太空的这些辐射对这个飞行器和这个宇航员呢可能造成伤害，那也不行。而且呢，你离这个地球越远，那你的这个就是当发射后续的这些飞行器火箭的时候呢，你需要的燃料需要的这个功率越大，就是浪费也越大，因为你要往返于就是太空舱和你的地球之间，所以一般选择在就是100公里以上，但是1000公里以下。但这个通常就这个距离在这么大一个范围里边，选择什么距离好呢？是400公里比较好就现在目前，无论是我们国家的这个太空舱，还是就是国际空间站，基本上都是在这样一个高度。但是呢，美国的星链计划它不一样。美国的星链计划呢，它是想发射12000颗人造卫星，就小型的人造卫星甚至有的说呢是2万多颗小型的人造卫星，来给地球上提供这种廉价的互联网。那么它由于这个数量太多了，大家想想，上万颗那密密麻麻的就把这个地球给包围起来了，就在空中。那这样的话呢，就对空中原来的这个卫星还有飞行器呢，就构成了一定的威胁，或者是说对你的科学实验，你比如说你要往太空看，都是这个密密麻麻的这些小卫星，这会造成问题。还有呢，就是它的这次这个卫星就是星链计划的这个卫星的高度呢，应该是550公里左右但是呢，它不断的变轨，就不断的下降，下降到了接近我们400公里，也就是下降了100公里左右。这样的话呢，就接近了我们的航天器，因为我们的航天器呢，离地球的这个距离呢，大约是400公里，但是它有一个斜角，就近似于圆的这样的一个
轨道嘛，就是近地轨道。那么它这个斜角是多少呢？41度左右。那我们本来已经在这个轨道上啊，固定的轨道上在飞行，在运行。那你现在不断的从高处向低降，你不断的靠近我们的这个飞行器，那当然就构成威胁了。所以我们也向这个世界空间这个组织吧，相关的机构啊提出来了啊自己的看法，就是因为你这样发射星链计划，这样搞卫星发射的话呢，会影响到我们国家的这些空间站啊、宇航员的安全。当然，作为美国自己，它是搞一个单边主义的啊，它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星链计划这些卫星呢，如果遇到了美国的 NASA， 就是美国的宇航局的啊，比如说飞行器啊，或者是卫星啊，它要让路，就是你自己要调整自己的卫星啊，要保证美国空间站的安全和美国的原来发射的这些卫星的安全。但是，那你对其他国家，那为什么对中国的或者比如说俄罗斯的啊这些飞行器，你就是可以这么接近呢？那这不就是单边主义吗？所以对这个问题我们要引起重视。还有一点呢，就是现在美国除了它的这个星链计划要发射大量的卫星以外，可能是一个隐患啊。那么还有呢，就是它有 X-37B 这样的，就是往返于太空和地球之间的飞行器，这个是属于美国空军的啊，因为它上面的这个标志非常的明确，属于美国空军。那你的这种飞行器也是姿态可调的，而且在空中的时间也很长啊，也可以达到就是几百天啊这样的时间长度，然后呢往返于空间和地球上。那这个它可以变轨到你的卫星旁边，到你的飞行器旁边来观看，甚至可以放出机械手臂把你的卫星进行捕获啊，比如装到舱里给带回来，都可以做到的。那就形成了一个什么呢？未来的太空军事化。当然，中国和俄罗斯都是反对太空啊，就是军事化的。但是这个军事化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呀。现在美国这么干啊，那你怎么办啊？所以这也是带给我们的思考。所以呢，通过就是美国星链计划的这2颗卫星危险的接近我们的这个航天器，所以我们要就是未雨绸缪，要对一些问题预言在先啊，可能将来还会有什么样的情况，我们要就是更进一步的完善或者制定就是太空的这个规则一个是不能把它军事化，还有一个呢就是要有规矩你不能是无限制的发这个只对自己有利，不管其他国家，不管国际上的这种影响，所以这是我们下一步应该做的工作。关于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感谢大家关注本栏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